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白的测评，我是王炯。这是我第一次做测评视频。本次呢，给大家测一下苹果的笔记本电脑系列，也不能说是测，只能说是给大家聊一下吧。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测评过程，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如果有说的不对或者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正。我也没有写稿子，只是写了一个大概的提纲，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希望给大家一些使用购买的建议。好，进入本次豪华午餐又添新成员。苹果今年的春季发布会呢，库克终于更新了久违的 Air 产品线。这次更新呢也是较为彻底，更长的续航，更薄的机身，更屌的触控板，当然还少不了的土豪金配色。但是呢，有一点我不太爽，就是因为上盖的这个会亮的 logo 它把这个背景灯取消了，没有以前那么炫了，装逼用吧。这次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它的整体工艺上面又有一个提升。咱们就着这次 Air 的产品更新，给大家回望一下苹果的笔记本家族系列。由于学生党资源有限这次我们的测评几台机器时间跨度非常之大，从2011年跨到了2014年。本次视频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呢，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两台 Air。我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乔布斯从档案袋中拿出 Air 的时候，跟我一样卧槽，笔记本也他妈可以做成这样！要知道当时的主流笔记本厚度可是它的2到3倍，真是相当的惊艳今天我准备的两台11寸和13寸，分几个方面横向的简单聊聊这两台机子。来看一下这台小的，这台小的是我自己的，比较老了，是11年的机型，当时是俺哥给我的这个小的呢，最大的短板就是内存太小了，当时呢只配备了64G 的 SSD 虽然快，但64G 实在是太少了。后来呢，我不得已又配了一个移动硬盘。咱们重点来看一下这款13款的 Air128G 已经是当时的初始配置了，相对于这台小的13寸显得不那么花屏了。在硬盘的性能方面，2013款提升非常之明显当然14年、15年提升也非常之大我们就这个13款来论。通过 DST 的实测，MacBook Air 理论读取速度达到了730兆每秒左右，写入速度也有670兆每秒左右，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抢眼了，完全打消了之前看到机身内部尺寸变小的 SSD 的时候，我对内心读写速度的顾忌要知道当时市场上大部分 2.5 英寸标准尺寸的 SSD 都未能有如此好的表现。除了理论数据之外呢，我又测试了它的开机速度和程序打开的时间，都没有让我失望13款的 Air 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对于用户来说呢，实际意义更大一些。这台小的当时在俺哥手上我就不知道了到我手上之后呢，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上网打字、查资料当然还有邮件这些轻量级的应用。从配置上看呢，它的功能性呢应该不算差，基本能够胜任一般的办公软件操作如果你是经常外出的文字编辑或者记者，它的高便携性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我觉得也不会有人傻到买这个玩游戏吧。苹果的键盘呢，使用体验一直是超薄笔记本产品中最好的之一，键帽的触感软硬适中。当然 Air 是一款超轻薄产品，所有超轻薄产品都会面临键程偏短的问题， Air 也不能幸免逃离。键盘呢，为用户提供了多种日常的快捷呼出以及调节功能，其中包括了屏幕的亮暗调节代替3者操作的多屏幕内容切换等等等等吧，
使用起来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在触控板的设计上，苹果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啊，超大的触控区域也是在目前的超轻薄笔记本中并不多见的。较大的触控面积可以让用户自如地施展苹果为用户提供的多种手势操作啊。到了13款呢，电源插头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啊。现在这个插头无论你在哪个方向用力，它都能弹开。但是老款的呢，如果你要是在笔记本的后方用力，它是极不容易弹开的，非常容易拖着你的笔记本走啊。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它们的屏幕。Air 呢采用的是 TN 面板，1366×768的分辨率，当然这是非常老了啊。和2010年到2011年期间的笔记本相比呢，这些 TN 面板品质呢可以说是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3寸的 MacBook Air 啊，它的分辨率略有提升，1440呢乘900，屏幕材质呢还是 TN。众所周知啊，这个 TN 材质屏幕啊，可视角度非常不好。不得不说啊，屏幕方面比同门兄弟 MacBook Pro 啊，可是寒酸了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2013款的 Air 呢，较2011款的面板上还是有一些提升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暗光条件下，13款的明显要比2011款的画面更加绚丽，老的 TN 面板呢显得更加苍白。那如果你看惯了现在的视网膜屏幕，再看这个屏幕啊，真是惨不忍睹啊！尤其是我在用惯了这个 Retina 屏幕的 MacBook Pro 的时候，再看这块屏幕，感觉到总是有一层沙子浮在上面的感觉。当然，15年的 Air 呢，也加上了视网膜屏幕啊，不对 ，MacBook。在续航方面呢，我测试了这台小的，文字、音乐、视频混合应用呢，大概是4小时左右。咱们再来看这款13寸的我的测试是这样的啊，从早上7点半开始，以中等屏幕亮度、关闭键盘、背光灯、关闭声音的情况下，进行不间断的电影播放。最终充满电的13寸版的 MacBook Air 呢，在下午的4点35分左右关机，续航时间大概是9小时左右，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视频测试呢，耗电量比较快，官方给出的12小时标准啊。我想如果你是文字、音乐、视频这样混合起来应用，应该是能达到官方给出的这个标准的。这两款 Air 呢，11寸的现在就有一些花屏了。但是如果你重视的是高便携性，平时只是一些文字性的轻量应用呢，11寸的 Air 还是你的不二之选。价钱上呢，某宝上的港行呢也不是很贵，也是非常划算的啊。在苹果没有推出 iPad 之前啊，小尺寸的 Air 呢是便携性、快速办公的首选。但是随着 iPad 功能的不断完善啊，软件资源的不断丰富，其他厂商迎头赶上的类似定位产品啊，小尺寸的 Air 就不再显得那么唯一了，但是它优良的打字手感啊，综合的性能依然有它的一席之地啊。在这里我一定要说一下啊 ，Air 的键盘比 Surface 的键盘好用100倍、100倍、100倍。13寸呢，在外观上呢老套没有变化，但是硬件和系统方面的更新啊，却是有目共睹的。全新的 SSD 啊，读取速度啊十分抢眼。尺寸方面，13寸呢牺牲了一定的便携性，但是呢比11英寸更具有实用性。如果你在文字工作之余呢，还要处理一些图片，简单的一些视频，我建议你选购13寸的 Air。作为苹果笔记本中主打轻薄便携的系列，Air 自从乔帮主从档案袋中拿出的一刹那，就注定了它不平凡的一生。总结一下这两款产品啊，小的11寸的呢，将便携性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呢，它也是有短板的，就是它的性能。如果你是一个轻文字工作者，偶尔呢去采访现场，偶尔呢去写字、写文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但如果你对性能有一定的要求，我还是建议你买13寸的，因为这个11寸呢还是稍微有点花屏的。选购 Air 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去选配非常高内存的像256G SSD。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呢，
可以买。如果是学生呢，或者是刚刚入手苹果笔记本的同学们，可以选购一个低配的，然后去用移动硬盘来补足它的空间。如果你是一个新进的记者，Air 绝对会给你一个不平凡的体验。看完了 Air， 咱们来看一下这2台 Pro。由于这2台 Pro 的配置比较相近只是尺寸上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像2台 Air 一样做那么详细的测试了。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它们2个各方面的性能。OK， 咱们来先看一下右边这台13英寸的 Pro，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配置性能这款机子呢是我一个同学的，当初是我陪他一起买的，是在一个水货商里买的港行。这款机器呢，并不鸡肋，图形视频都能胜任。只不过由于它是 i5 的处理器可能在渲染的时候比 i7 的稍微慢一些，超频上也没有 i7 那么高。当然，它的发热也会稍微好一些。这个15寸的呢，是我自己的，当时大学开学的时候买的。这款机子当初的时候还闹了一个残影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我这台呢比较幸运，是没有残影。这台机子性能上呢，在当时可以说非常强悍了，在现在呢也一点不落伍。无论是我平常的图形处理或者是编辑一些视频，都是非常迅速的，渲染上也非常快。这台13年的13英寸，针对这台12年的15英寸相比呢，性能上可以说是差不多，只是一个 i5 跟 i7 的区别。当然 i7 性能方面可能会稍比 i5 好一些，但是这个13款它的显卡是 1.5G 的，比这个12款的 1G 的可是高了一些，所以在显示一些大型图片还有推某些视频的时候，这个显卡呢会比这个1G 的要好一些。从功能性上呢，这个13跟15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由于它们是隔年换代产品嘛，所以性能上是差不多。我自己的这个 i7 的呢，可能要比这个 i5 好一些，在渲染一些视频做后期的时候，可能要比 i5 好很多。由于这个我们资源有限就没有做这个测试，因为当时我的相机是还回去了。我们来说一下硬盘，13寸13年的这款呢，硬盘非常快，大概跟13年那个 Air 应该是差不多的。我们实测呢也是700往上的每秒读写速度，而这个12年的就不同了，同样是 SSD， 但是呢它只有300多兆每秒的写入速度，这个就有了一定的差距。这次呢我们测试呢机型呢都比较老，就是能给大家多少建议就给大家多少建议吧，大家呢就是捡你有用的听。键盘上呢就不用说了，前面咱们的 Air 呢都说过了，4台机子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是这种分档式键盘，键程比较短，但是呢输入体验上还是很不错的。在笔记本当中呢说它是第一，也不为过吧。再说一下它的屏幕，这2块呢都是 Retina 屏幕，视网膜级别，非常清晰看这种屏幕看时间长了，如果你再换回那种1080p 的屏幕，还是要像前面说的，总是有一层沙子的感觉，不太舒服当然呢，在12年的时候，我刚买这台机子的时候呢，它的软件呢没有跟上，经常会出现你的显示器是 2K 级了都快，但是呢，你软件呢会显示非常模糊。但是到了现在呢，就好很多了。慢慢的软件都跟上了，苹果也会专门对其进行优化，软件呢反过来对苹果这块屏幕呢也是专门进行了优化，分辨率上呢大家不用担心。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也会出在那个 5K 级的 iMac 上。我们可以来通过这张图片看一下这2块屏幕，差别呢是没有多大的，都是呢非常清晰，亮度也非常高。在续航上呢就有了一些差别了，因为12年的这个我的这个老款明显没有13款的这个时间长当然后面14年的15年的后来的更新迭代产品，他们的续航又一步提升我这款如果要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处理的话呢，消耗会非常快，大概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13款呢就不同了，它最少能用6、7个小时吧。
针对此呢，我们进行了一次测试，自己的这个呢，图片、视频编辑，然后上网，然后听了一会儿音乐，大概是5个小时，然后它就没电了。13英寸的这个13年款的呢，同样的，我用了大概是6个小时，6个半小时左右，它才没电。从100%满电到0%自动关机，它的续航上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小结一下这2款机器啊，15英寸的这个便携性就是极差了，基本我是不会带它出去的，我基本就会带着那个11寸的小 Air 带它出去。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这个15英寸呢就非常重了。13英寸的呢，如果你要是带出去的话呢，建议你是双肩背包，因为它还是比较重的。针对这2款 Pro 呢，给大家一些购买建议。当然不是这2款了，是15年的新款。我只是就这个尺寸和性能来说，13寸的呢，相对于15寸的重量上呢，能轻上1斤，便携上面就好了一些。在性能上面呢，如果你是平面的工作者或者是软件开发者，13寸呢是够用了。学生呢13寸呢也是比较好，价格上呢有一些优势。如果要是15寸的呢，就是针对一些视频后期的专业使用者，一些高级的用户。如果你是专业的视频工作者，做影视后期，15寸那就要选配独显了，或者有长期使用计划的，也可以选择15寸的高配。3到5年来说呢都没有问题，一点都不过时。购买配备 Retina 屏幕的 Pro 的用户呢，主要是看重它的高分辨率。如果你要是对屏幕没有要求，我建议你选择13寸的 MacBook Air。针对于13寸的呢，大家主要考虑它 SSD 的大小，SSD 的速度啊、主频啊，其实在使用之中呢，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用户，其实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看完这2款 Pro 呢，简单的总结一下，13寸的这一款，使用上呢并不鸡肋。如果你是一个特别重度的一个图形工作者的话，它完全可以胜任你平常的一些工作，PS 啊、AE 的一些简单操作啊，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如果你是非常一个专业，然后平常用的素材都非常大的话，我建议你用 MacBook Pro 或者是垃圾桶。最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4台机器的接口啊，左右两边都是电源 USB Thunderbolt 2。这个最小的11寸的呢是没有内存卡插口的，剩下3个全部是有内存卡插口，可以直接插这个单反的内存卡，还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没有无线路由器，要直接插网线的话呢，还是要买一个这个雷电接口转以太网的这个转接头，官方的那个非常贵，我这个是在某宝上买的，100出头，稳定性上呢还是不错。在我体验这几台 Mac 的这1周之中吧，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高流畅性，这来源于它的 SSD 硬盘，当然最重要的是来源于它的系统。它的封闭式系统呢，给你少了很多干扰，你根本不需像 Windows 系统那样，每天要杀毒啊、维护啊，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基本打开就能用，非常流畅，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当然呢，它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说一些软件的不兼容，让你在使用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如果你买正版的呢，又太贵。你要是去某宝上买呢，又要承受它的闪退啊，会承受它的一些风险。如果是一个轻度的使用者，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来说，还是建议你买正版的软件。